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習一下这个血压的测量啊。大家可能一開始看這個題目，沒準覺得這還有什麼可探討的呀，對吧？血壓誰不會測呀？可以說大家上不管是醫生還是護士這個課，有關臨床內容，第一個就是測量生命體徵，是吧？從剛開始接觸，那麼我們實際的操作通常都是什麼？測血壓，是吧？所以其實大家想一想，好像也沒什麼問題。但實際上不管是在實際的臨床工作中，還是在咱們學習過程中，其實這個血壓呢，還真的有一些細節的東西值得咱們去深入的了解啊。這個有的時候不是小事兒這有的時候會影響你這個整個的臨床判斷啊。我舉一個例子那麼這個現象咱們也不說它發生在哪兒，也不說發生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咱們都不去考慮咱們就探討這個現象啊。那麼曾經有同學跟我講過那麼他一個親屬因為頭暈當時暈倒趕緊急救住院在急診呢，因為當時沒有合適的這個袖帶可用就成年人嘛。他現在袖帶他沒有找到合適能用的，所以就臨時借用了一個小孩的袖帶來測血壓。那麼一測血壓很高200多100多，趕緊就懷疑這個病人可能是高血壓導致的什麼原因暈厥了，趕緊先降壓怕引起更嚴重的後果，所以先用上降壓藥。其實在給這個降壓藥之前呢，患者的意識狀態各方面已經在好轉了已經慢慢都緩過來，能明白能對話了。這麼着給完藥以後觀察一下還行，然後就讓患者回家了。結果沒想到這回家以後可能10幾20分鐘再次暈倒，然後趕緊這個家裡有就是咱們學生嘛，就趕緊測血壓這個測血壓一測發現是什麼？血壓非常的低都屬於收縮壓不足90了都非常低的血壓。那麼這說明什麼？大家如果不太注意這個血壓、袖帶什麼相關這些問題的話，你就以為可能是用藥過量了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過，他其實一開始第一次在醫院測的血壓，很有可能就存在嚴重誤差如果你用一個小兒袖帶測量成年人血壓的話，它很有可能會非常高的高過實際的這個測量值就是說高過他實際的血壓值一個成年人永遠用什麼成年人袖帶來測甚至說一個成年的非常強壯的人，他可能更得用一些寬大的袖帶來測你用小兒袖帶去給成年人測血壓測出來結果呢，很有可能異乎尋常的高但是病人實際上血壓沒那麼高，你測出來很高很嚇人所以這就直接導致什麼臨床判斷方向可能就出問題那麼在此呢，我們就是給大家講一下它其實很可能會造成你覺得沒什麼事兒，但實際上很可能造成臨床嚴重問題後果可能會比較可怕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忽視雖然測血壓我們說這個好像只有是不是住院醫生或者剛剛參加工作的護士可能還真的去學習怎麼樣，實際上這個我們大家都應該深入去討論去認識到它裡邊有一些東西的首先第一個我們要明白我們測量出來這個值它的這個值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大家要知道這個值是由我們往裡打的氣的多少來決定的。通常來講你這個袖帶充氣量越多，它這個值就會越高，你這個袖帶充氣越少，它的測量值就會越低，對吧？當然呢，其實它是和壓力有關，但是這個壓力和什麼有關？直接和充氣量有關所以簡單講，我們往裡打的氣越多，它的這個表上的指針就會往高去走，往這個袖帶裡邊打的氣越少，它這個表的指針就不會往上它就慢慢它就會偏比正常的它就要偏低。這就是咱們來評估這種方法它到底會測量導致你的測量值高於正常還是低於正常，都是基於這個袖帶的充氣量和一個正常狀態它充氣量相比，到底是充多了還是充少了這是我們後邊一系列就是所有的這些判斷的基準就在於這一點大家首先要記住這個。我們下面看一下正常的袖帶是什麼樣的。
正常的袖帶我們叫 bladder 啊，實際上 bladder 指的是這個部位，就是現在這個圖片上这2只手之間這個叫 bladder， 它是可以充氣的氣囊啊，我們可以這麼稱呼它。那麼它的寬度還有長度分別是什麼？這個是它的寬度啊，這個是它的長度。你看寬度，这個寬應該多寬啊？差不多是在這個我們說 arm 就是胳膊啊，這個周長啊，周長的40%左右的寬啊。而這個袖帶的長度應該是在多少？在你這個胳膊周長的80%到100%啊，就是你不能太低啊，你要是太短50%那就太少了，至少要覆蓋80%啊。那什麼意思？首先，在這個胳膊上，我们不能說這個袖帶太窄，是吧？你這個一個成年人，你用特別窄的一個小人的，那就不合適。它就覆蓋的這個長短上下，它就很短啊。那麼同時呢，你這個周長你也不能太小，是吧？你用一小人袖帶，那就是同时存在这個，是吧？首先寬度就短，然後覆蓋呢，這個氣囊能夠覆蓋這個胳膊的長度又達不到80%，很有可能沒準也就50%、40%甚至。那麼這個就造成什麼呀？你要測量這個，咱們說收縮壓是什麼？是這個氣囊裡邊通過它的壓力把這個血管啊，把這個肱動脈給壓到閉塞的時候啊，然後慢慢釋放氣體，哎，突然第一聲那個是收縮壓。你這種狀態下，如果換一個小孩的，比如說來換到這兒的話，那就造成什麼？你這個覆蓋的這氣囊太短太窄，是吧？整個這一圈你都估不上，你只能估它半圈，那你想是不是打的氣要特別多啊？它才能把這個動脈給壓瘪，所以這個一定是高於了什麼？就是比你這個正常值測出來要高很多啊。這其實就是它的根本的道理。所以我們說呢，這個大家看這個袖帶，實際上這是氣囊，這是最主要發揮咱們打氣這個作用這一部分，這就是氣囊。當然外邊這一塊這個部分主要是什麼？就是纏繞粘貼，大家都知道啊，這咱們就不多說了。我們看一下啊，第一個袖帶的尺寸啊，就是 size 到底對它有沒有影響啊？那當然是有啊，但是大家要知道這個 size 主要指的是什麼？就是剛才咱們提到的，它是長短和寬度，對吧？那麼如果袖帶過小啊，就是剛才已經提到了啊，你這個袖帶太窄太短，那怎麼辦？它根本就包不住你的胳膊一圈啊。你用小人袖带，你包成年人胳膊，它那個氣囊本身可能也占它整個周長這個長度的，沒準也就50%，是吧？那你這個得打多少氣，你才能把這個成年人的肱動脈給它壓住啊？那甚至根本就測不出來，是吧？所以你一定是打的氣特別多才行，那麼就造成什麼結果偏高？這是什麼呀？就是多充氣唄，所以它就比真實的值要假性升高啊。比如說原來正常這個人的血壓其實是120，但是你測出來135、90，甚至沒準得150啊。95，甚至沒準180、120，是吧？就很高。這是袖帶過小啊，它的這個尺寸太小。那麼如果袖帶過大，比如說我們用一個什麼？用一個這個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袖带給小孩測，那麼就是存在這種現象了，袖帶過大，是吧？袖帶過大的話呢，你想那個氣囊那麼長那麼寬，直接小孩胳膊往上一繞，恨不得能繞出2圈來，是吧？氣囊整個纏繞胳膊2圈，然後還整個從上到下全都能箍上，所以你打不了多少氣，這個動脈就被壓瘪了啊。那麼你這樣測出來，它肯定就是偏低了，是吧？你剛打一下，剛捏2下，恨不得那個動脈就壓瘪了，所以這個一定是偏低啊。我们再看啊，就是為了適應這種情況，我們有不同的袖帶類型啊，比如說有兒童的，有成年人的，有這種大號成年人的，是吧？有甚至說叫 thigh cuff 啊，就是可以用於測腿部的這個袖帶啊，它就用於什麼非常粗的手臂的測量。當然，個別的特殊情況下，患者比如說雙上肢有缺陷啊，有外傷或者截肢這種情況，你也可以拿這個來測量腿部啊。那麼第二大類，我們要看袖帶的鬆緊，袖帶纏繞胳膊的鬆緊度對於你測量值有沒有影響啊？這也一定是有，是吧？我們先看第一個，如果袖帶太鬆啊，那導致什麼呀？你袖帶太鬆了，你也得打到很多的氣，對不對？它才能靠這個袖帶把它這個胳膊上動脈壓閉，所以這一定就是偏高啊。這簡單講，其實就是這麼個道理。啊，那如果你的袖帶綁得太緊，是吧？就是直接你這個袖帶綁好了以後，那個血管恨不得都給勒的，就是
只能是有一半的张開的範圍了。那你這當然稍微打2下氣，它就給壓閉了，是吧？你這個測出來的結果，它一定就是偏低啊，所以這就是相當於充氣少，它就導致這個結果偏低哈。大家這麼記就非常的簡單了哈。那麼我們正常的袖帶的位置和鬆緊度，大家要知道啊。我们測的這個袖帶，測量的袖帶，這個比如說是肱動脈，我們要摸住啊，摸到它。那麼這個有什麼？第一個，纏好之後，袖帶裡邊我們要能深入到什麼1到2個手指啊，就是你把1個手指或者2個手指從這個袖帶下方伸進去，是能放得進去，但是不能太寬，也不能太窄啊，那就導致它的鬆緊就過度了啊。袖帶的下缘距離肘窩2到3厘米，或者說1英寸啊，差不多就這麼長。那麼我們的聽診器是放在這兒的啊，可不是說聽診器塞到這個袖帶下邊，那是不對的啊。那麼 cuff bladder 啊，就是这個袖帶的氣囊對準這個肱動脈啊，這塊應該是氣囊，而不要說這個氣囊轉到後邊去了，或者什麼跑側面去了，那麼它的壓迫就會直接有影響，对不對？你這個肱動脈上面一定得有氣囊壓住啊！你沒有氣囊，你把那個最後那塊布粘連用的那個布給搭在這兒，那它當然測不準了，是吧？那麼如果是成年人有肥胖、肌肉發達、水腫有這些情況的話，那你就要換成這個大號的啊，這個袖帶，否則這個一定都會高啊，就是你充氣就會多啊。另外我們提到哈，絕對禁止用兒童袖帶啊，你不能拿這個成年人用兒童袖带去測。那肯定不行哈，你成年人就用成年人袖带啊，这個原因咱們剛才提過，就不再重複。那麼第二個，這下邊我們看一下啊，恩克萊斯考試它有一些高頻考點啊，就是常見錯誤有8種啊，我們來看一下，當然這個分類吧，8種或者9種吧，我們後邊看其實還有更多啊，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那麼第一個就是什麼 wrong size 啊 ，wrong size 是什麼？袖帶太小太大，是吧？比如說成年人用兒童的袖带那就太小了，這個兒童用成年人袖帶這就太大了。這個什麼，你這個成年人用兒童袖帶就是 size 嘛 ，size 太小它就導致假性升高嘛。這個太寬太大是吧？直接繞好幾圈，你稍微充點氣它就壓閉了，所以這個就顯示偏低嘛。啊，這也是剛才我們都提到過啊。第二個鬆緊是吧？太鬆你就導致什麼多充氣，太緊你就少充氣，所以導致分別是什麼？偏高和偏低是吧？這個我們也不再重複了。那麼再有這個水平是什麼的水平？我們這個氣囊啊壓住這個肱動脈的位置和心臟相比它的水平，如果這個氣囊的位置哈，如果低於它的心臟水平，那麼就會導致什麼？由於重力作用，它就會導致血壓偏高啊。如果這個手臂你纏繞的這個氣囊这個袖帶這個位置高於心臟，那你想你心臟還要往上去泵血是吧？它得克服它的重力，所以就会導致什麼？你這一塊血壓偏低。這個呢和袖帶沒關係啊，和袖帶本身什麼寬窄鬆緊沒關係，這是完全由於重力作用啊。那麼再有呢，狀態，患者的狀態，比如這個患者現在正在聊天啊，侃侃而談是吧？或者演講是吧？非常激動、焦慮，那麼這些都是狀態不對啊。那你應該怎麼樣？讓他休息啊，不要說話是吧？這都會導致收縮壓升高的啊。那麼再有呢，病人憋尿，這就時間是吧？你得讓他怎麼先把尿排出去，舒服了啊。用比如說上廁所或者就不行的話倒尿是吧？你不能下邊憋着尿，它刺激咱們的交感神經，從而導致什麼血壓升高啊？這也會假性的讓血壓升高10到15毫米汞柱。還有一個隱藏的地方是哪兒啊？就是這個測血壓啊，不管你測出來的是高啊是低啊，還是和基線差異過大啊，那麼實際上如果你覺得可疑，下邊護士第一個操作是什麼啊？第一個操作並不是說向醫生匯報啊，比如說你知道這個病人的基線血壓是120/80，哎，你測完了，今天突然變成160、100是吧？那這就明顯感覺差異太大了，那你應該怎麼樣？休息1到2分鐘，然後再測。啊，再測一次，如果還是這樣啊，那再報告啊。那麼這張圖呢，我就把剛才咱們所有說到的吧，包括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哈，給大家總結到這一張表上哈。這可以作為咱們說恩克萊斯的這個護理教學海報系列，其中我認為這張圖是很有代表性而且很重要的一幅啊。那麼對於血壓來講啊，袖帶太小 ，size 太小，它會導致什麼？充其量過大，
導致鉀性升高。那麼相反，袖带太大是吧？那就導致鉀性的下降啊，偏低。那麼如果袖带太鬆，導致什麼？鉀性的升高。如果袖带太緊啊，這同樣也導致鉀性的血壓偏低。那麼如果是這個袖子太緊是什麼意思啊？有的時候測血壓呀，這个病人也不願意啊，或者護士也沒有太注意，醫生也沒提。這個病人穿着比較厚的衣服，尤其這個時候你要測血壓，沒有讓他把這個厚衣服脫掉，直接纏着這個他的衣服外邊把這個袖帶，那麼測出來它就偏高或者有的時候這個衣服呢，覺得脫太麻煩直接就把這個袖子往上捲是吧？然後你這個綁袖帶的時候，實際上也沒有綁說直接貼到這個皮膚上，而是怎麼着？就直接就把那個上面捲出來那很厚的一塊那個衣袖，實際上都給包在袖帶下邊，你這個測出來也都是偏高那麼再有呢，第6個大家看什麼？就是這個如果這個袖帶它明顯的比心臟水平要低的話，也導致鉀性偏高。當然相反，如果你抬起胳膊來，那就造成鉀性偏低。如果患者需要上廁所憋尿什麼的，那麼你讓他先上廁所你直接測那肯定偏高。包括像正說話呢是吧，很興奮或者很焦慮，這個時候你測它也是鉀性偏高所以導致鉀性偏高的有這6點我們就太小的這個 size 包括太鬆啦，這個袖子直接沒有脫是吧？沒脫衣服隔着袖子測，然後呢，或者是什麼胳膊放的位置太低，袖帶明顯的低於心臟水平，或者是什麼憋尿，或者是正在說話或者焦慮，這些導致咱們測量值鉀性偏高高於實際值。那麼導致鉀性偏低的相對少一個是什麼？這個袖帶太大你拿成年人袖帶給小孩測這個會導致什麼？鉀性偏低或者什麼袖帶太緊，你勒得太緊了手指頭塞不進去了，那個時候它也會導致鉀性偏低。還有什麼？你把這個胳膊太高了患者的胳膊舉得太高你測也會鉀性偏低另外呢，我們提醒大家測量這個血壓，如果你覺得可疑那麼先等1到2分鐘，不要鬆了氣，覺得讀出來這個數有點可疑，馬上就測休息2分鐘，然後再 double check 再進行第2次測量。那麼如果正常那有可能就可以接受如果還是有問題，還是可疑，那就要匯報向醫生或者更高級的護士來匯報好，那麼今天我們有關這個血壓測量的一些誤區呢，就和大家一起來分享到這兒這個也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分享我的頻道謝謝各位。